某天凌晨，我穿越到了一个妖魔横行、人类能够觉醒神奇进行培养、与妖魔对抗的世界。我觉醒的神奇、盔甲、武器、技能都没有，就是一只没有进化路线、没有培养价值的猴子。但在我这里，它能成为齐天大圣。这么危险的世界，我居然觉醒了一只小猴子，资质垫底不说，而且看起来还有些营养不良。凌晨，你学习能力非常强，千万不要因为觉醒的神奇是地级资质就自暴自弃。没想到平时高冷的林竟然会觉醒一只猴子，没想到凌晨居然觉醒了个垃圾，地级资质，真是难以置信。小林啊，我知道你接受不了事实，但觉醒仪式还是要继续的。按理说我都穿越了，觉醒的神奇注定不会太普通才对。哼，长相还有点像齐天大圣呢。等会儿，齐天大圣，我知道了，他刚出生不到半天，力量还没完全觉醒，我当然看不出来。他成年之后肯定能和齐天大圣一样厉害。检测到宿主强烈信念，神级养成系统绑定成功。这卦象真是奇怪，又是大凶又是大吉，一尊杀神的降临竟然能引发如此后续。若是能与他交好，结得善缘，我们苏家必能乘风而起。雪儿，一定要找到今天觉醒的猿猴神奇的学生，与之交好。为什么？若能将他拉上我们苏家的大船，我们便能靠他一飞冲天。猿猴目前培养进度0%。如何开始培养？达成条件即可完成养成。目前宿主只需要收集建筑卡、花果山即可完成第一阶段的培养。凌晨，没想到你居然觉醒了一只猴子。我觉醒的是 A 级神奇，你现在跪在我面前认我做大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嘿嘿，苏小花，滚！好嘞，我这就滚。为什么要帮我？同学之间互帮互助，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好吧，我们苏家非常喜欢投资新人，直觉告诉我，你觉醒的神奇并不废物。这里面有1000神力点，算是我对你的投资吧。我会尽快还你。建筑花果山，品质 S 级，售价999点神力。S 级建筑卡价格普遍很昂贵，花果山因为迟迟无人找到使用方法，导致价格一路下跌，变成如今几乎白送的价格，这倒是便宜了我。这是书中记载的补天石。这是猴王出世。恭喜宿主完成第一阶段培养。灵明石猴获得技能破望金头，全面属性提升25%。建筑卡花果山，品质 S 级。这才完成第一阶段培养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。
装备卡锁子黄金甲，售价33333神力点。装备卡和建筑卡之间的售价差距竟然这么大，光靠神域每天产出的这几点神力，我这一辈子也不可能买到这张装备卡。检测到边界出现大量妖兽，学府为鼓励学生锻炼心性，新生资源交易处已重新开启。真是瞌睡来了有枕头。击杀1阶凶兽可获得1点积分。这里可以冲一波装备了。老大，那人好像是凌晨啊。哼，看来我们的明星哥完全不知道妖兽区域有多恐怖。作为同班同学，我们可不能看着他去送死啊！老大，他真的进去了。这下怎么办啊？我们也进去吗？想跟他一样找死，你们就进去吧。不，我看过这地图，这个区域只有这一个出入口。大意了，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培养条件上，忘了购买武器卡。哦，很结实嘛，那就好。这次攒够钱，先买武器。外围的妖兽被清理的差不多了，我只能往深处探索。这个红点儿应该代表着妖兽。别放松警惕，补刀。哼，干得漂亮！哦。这是3阶妖兽才能产出的结晶。可惜了，我没给你准备武器，这次就先探索到这里吧。老大，你说他会不会已经被妖兽吃掉了？那我们不是白蹲了？哦，来了，他出来了，老大！激动个屁啊你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粉丝啊！上次有苏小花保你，这次我倒要看看谁能保住你。交出你的所有收获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速战速决。没脑子的蠢货，想打劫人，好歹去妖兽区域里面的休息区等着吧。啊，这是3阶妖兽尸体。不好意思，同学。确实是3阶妖兽的尸体，积分奖励这边我已经登记了，这是您的专属卡片。将专属卡和妖兽卡分别插入到机器中，就会自动更新。这是为了激励学生猎杀妖兽，特意举办的新生积分排行榜活动。我们会根据猎杀的妖兽阶级、数量、实力进行排名。是我太强了，还是同届太弱啊？击杀一只3阶妖兽就排在200名了。是您击杀的这只3阶妖兽，实力堪比4阶妖兽。哎，我想出售妖兽尸体和结晶购买装备，该怎么操作？
我们会以200%的价格来回收妖兽尸体结晶。3阶妖兽没落妖蛛是否出售？收益3万神力点。锁子黄金甲购买成功。灵明石猴获得新技能金刚不坏之身，全属性提升50%。第2阶段培养结束，第3阶段培养开启，收集装备卡后丝布云履。哦，看来应该是要收齐全套大圣装备才能完成培养。后丝布云履售价2999神力点，赤凤紫金冠售价2999神力点。奇怪，为什么会少一个呢？交易行没人挂售，自然也就搜索不到您所需要的物品。同学，您好像很缺神力点，我建议您可以考虑冲击新生排名榜，只要登顶，能领取大量神力点。谢谢。恭喜您成功登顶新生排名榜第1。好丝布云履凤翅紫金冠购买成功。第3、第4阶段培养成功，灵明石猴计划美猴王，最终培养阶段开启，请宿主收集如意金箍棒。交易行里 S 级武器都屈指可数，SS 级武器更是一个都没有。你现在让我去哪里找 SSS 级武器卡？只要积分充足，你可以查询到任何3S 级武器卡的相关信息。啊，多谢。这处区域很危险，周围不仅有龙族妖兽生存，还有其他种族的妖兽。再危险，我也有必须去的理由。速战速决。妖兽的数量虽然越来越少，但也越来越难缠了。能够化形，这是7阶妖兽。这就是7阶妖兽的实力吗？瞬间就将 A 级武器打碎了。
妖兽就是妖兽。完了完了！区区蝼蚁，竟敢染指我的宝物！恭喜宿主完成最终培养，美猴王计划齐天大圣。你是龙息不能硬扛，一旦沾染无法熄灭，直至死亡。快躲开！他是被危险了。呵呵，不自量力的蝼蚁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愚蠢！你以为我死了，他就会放过你吗？那我也能亲眼看见你死在我前面。小心，他还没死。大金妖兽拥有极强的恢复能力。你恢复能力极强是吗？那就杀到他不想活下去。好恐怖的实力！他先前和我打了这么久，原来是在放水吗？就是现在！如果能摧毁结晶，他就会彻底死去。
技能法天象地已解锁。这就点燃神火了吗？完全没难度啊！刚才多谢你提醒。就算没我提醒，你和你的神器也一样能杀死他。你走吧，我就当没见过你。走，我能走去。要不我跟着你混？我活了很久，知道很多你们人类不知道的事情。他的实力虽然很弱，但毕竟活了这么久，见识应该很广。而且，我总不能每次都和齐天大圣一起做筋斗云吧？好，那我以后就叫你赤离。这是神奇卡片，这气息我绝对不会认错，这是极其稀有的幽冥系神奇。主人，你运气真好，只要将这幽冥系神奇培养起来，神域中最关键的死亡规则就不用担心了。死亡规则？没错，主人，你可以把神域当作是被你掌控的世界。一个世界完整运行的规则，当然会有死亡存在，否则神域内的生物不会死亡，一直繁衍下去，直到神域容纳达到上限，最后崩溃。没错，主人。检测到可培养神奇白骨骷髅，第一阶段培养，吞噬任意一个幽冥系妖兽。这让我去哪里找幽冥系的妖兽？主人，我刚好知道有个地方遍地都是幽冥系生物。那就出发吧。雪儿姐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这里好阴森啊。雪儿姐，要不我们回去吧。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里，现在回头算什么？也不知道他最近过得怎么样。哎呀，我怎么会突然想到他呀？这是6阶妖兽幽冥虎。哎呀，动起来呀！别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原地发呆。我难道就要这样死去了吗？去吧。第一阶段培养成功。白骨骷髅进化白骨刺客，第二阶段培养已开启，吞噬一个任何实力的幽冥系神奇。凌晨，你居然这么快就契约了第二只神奇，还是极为稀有的幽冥系神奇。侥幸而已。说起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也不知道学校发了什么疯，竟然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进入妖兽区域。我觉醒的可是一个毫无战斗力的神奇，进来不是送死吗？听说前不久有位神奇意外陨落，陨落后的神域有很大概率会在这附近现世。他在说什么呢？点燃神火后的神奇如果死亡，神域将会有概率降临在现实世界，实力越强，概率也就越高。
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在寻找能够让我的神奇进化的道具。这是他吗？咱们就不能去前面的安全区再聊吗？这里怪吓人的。总算能歇一会儿了。这才几天不见，他就已经这么厉害了吗？主人，你的神域开辟了多久？也太新了吧！算上今天，刚好是第5天。据说每个神域的发展方向都有所不同，我们妖兽对此一窍不通。神域发展方向吗？我休息好了，准备继续往前探索。你们呢？别问我，我跟着雪儿姐走。这里已经是最危险的地带了，你还准备往深处探索？雪儿姐，你忘了他刚刚几乎全程吊打6阶妖兽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外面有情况。最近这些妖兽越来越活跃了，事出反常，必有妖。废话，妖都到面前了。这些妖兽是在给我们施加心理压力，让我们主动走出安全区。目前这种情况，只要不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了，好吧？安全区里可没有食物储存，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这些妖兽。雪儿姐，凌晨，我的神器比较特殊，待会儿劳烦你。这些妖兽会聚集在这里，恐怕是有别的原因。这是哪位大佬的神域？早知道就培养一些飞行生物了，现在还要等神域落下。原来这些妖兽不是来找我们的，而是在等神域出现。这是……我的天，竟然是赤炎龙！你们2个要和我一起去吗？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陨落神域。哎呀，好吧好吧，实在是麻烦你了，凌晨。你不愿意那就不带。你们有办法跟在我后面吗？凌晨，我这只施救只能飞行，做不到战斗。这样足够了吗？已经麻烦他足够多次数了，大不了用神力去稳固。足够。走，快跟上凌晨。
这些妖兽想干嘛？他们不会想进安全区吧？都怪你把大腿弄跑了！谁知道那小子竟然契约了一只7阶的龙族妖兽！留在这里是死路一条，跟在那大佬后面，说不定还有活路。你别想不开啊！刚刚那些妖兽怎么死的看不见吗？快跟上他们！留在这里也是死路一条。不要！再飞快一点！小白，你轻松一点吧。7阶妖兽随手制造出来的火焰通道就已经如此恐怖了吗？这神域，主人，这神域好像还没完全打开。那我就替他打开大门。主人，这雾气有毒。这些毒物有自我意识，他们惧怕神火。雪儿姐，我快喘不过气来了。让你平时不努力修炼，你要是能点燃神火，就不用贴着我了。哇，雪儿姐，她的神火照耀范围好大啊！她马上就能步入主神境界了。这陨落神域到底是什么存在？死后还这么恐怖？主人，请你小心，这神域有些奇怪，与我之前见过的不同。神域结晶，雪儿姐，没想到你身材这么扎实。凌晨，你看见什么了？哦，我看见这个大陆的核心地带还有许多生物活动。能在现实降临的陨落神域，其规则已经完善，神域内的生物不会跟着主人一起灭亡。哎，不仅如此哦，神域内的生物啊，还能与现实的生物进行结合，诞生后代。应该是吃饱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个陨落神域的真正面目就要展露出来了。啊！我的天啊！这神域已经诞生出自我意识了，他想保护自己。该死！就差一点就能进去了。
滚！再靠近一点，死！大佬，我的神域生物非常适合探索。哼，探索没那个必要。这神域已经是我主人的囊中之物了。原来真正的源头在那里。你们能跟上我，是你们的本事。哎，凌晨，等等我们呀！来的正好，我倒要看是个什么东西。不好啊！我要打开神域，你尽快回到神域去疗伤。不要啊！这些毒物就在等你打开神域。凌晨，千万不能有事。主人，对不起，是我没用。大圣也对这毒龙毫无办法，不过这毒龙同样对大圣也没办法，但这样下去也不行。我的本体还在外面。好吃。我早该想到，小骨能够吞噬毒龙。伙伴，不能吃。把赤离治好，我带你出去吃大餐。主人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我们现在就出发。生火一旦熄灭，凌晨肯定会被那条毒龙吞噬。
小白，你要干嘛？我要去把他救出来。别忘了，我可是觉醒的治愈系神器。不行，这毒龙有意识的，你去只会送死。我去带凌晨出来，你在外面准备治疗我和凌晨。不好，你居然在阴我！这毒物不仅有自我意识，智商还极高。凌晨他到底在做什么？为什么还不跑？小白，继续治疗我。不管付出多少代价，都要将凌晨救回来。哼，你们能跑到哪里去？陨落神域的光照，只有他能击破。是啊，只要还在这个神域之中，那毒龙迟早会找到我们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他已经死了，我们出不去了。不，神域融入现实，光幕就会自动消失。我们只要躲起来等着就行。是啊，光幕只是暂时存在而已。雪儿姐，怎么了？难道你有办法限制这毒物？没办法，但是我能感知到凌晨还活着。寒冰女神，再进一次毒物。好吃。随便吃，敞开了吃。现在知道急了，哼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杀我。别怕，有我在，你不会死。可恶，还是没找到凌晨，他究竟在哪儿？雪儿姐，你休息一下吧。毒物好像变稀薄了一些。真的吗？我看不出来。哎，这好眼熟啊！他是在进食对吧？还是很饿。忍一忍，马上带你去吃第二顿大餐。凌晨，你好厉害啊！连这种生物都能杀死，真神奇！你竟然一点影响没有受到。看来
这地方还有其他生物存在。你们两个跟紧我。凌晨哥哥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去吃第2顿大餐。进攻！好吃的食物。可恶！正合我意，搞不定毒龙，还搞不定你们。第2阶段培养成功。多谢主人赐我新生。他变成人了。主人，这个神玉已经变成小女子的了。小女子不懂，您看该如何处理这个神玉？你可不小，一点也不小，比我们2个人都大。这神玉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为什么还能被他收服？可能是因为那条毒龙，他先把陨落神玉同化，然后又被你的这个吞噬，并未完全死去。主人，神域结晶只要存在就是活的，他吞噬了神域结晶，这个神域自然也就认他为主。这可是拥有神域的神奇啊！回到我的神域之中进行建造吧，是时候该完善我的神域规则了。我校的学生在哪儿？肖校长，您的学生已经前往陨落神域了。简直就是胡闹！那可是最致命的死亡系生物。你就不能等等我们吗？爹，你这丫头，赌气就赌气，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啊！爹，多亏有凌晨帮忙，我和雪儿姐才能活着见到你。是他？一只毫无神性的猴子，这少年完全没有一点失望的样子。此子要么心性极佳，要么就是……多谢林小友出手帮忙。萧校长不必如此，我是为了我自己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救了我的女儿是事实。这马车竟然能够无视妖兽区域的威压，御空而行。
我去，校长亲自驱车带路啊！好大的牌面啊！到底是谁坐在马车里，竟然能让校长心甘情愿的当车夫？他是谁啊？凌晨，觉醒了一只小猴子的大明星，听说已经死在了妖兽区。小猴子，赵虎都被打成残疾人了，不会真有人还以为那是一只小猴子吧？那是赵虎自己活该，没死就偷着乐吧。校长，这个赵虎平时就爱欺负人，觉醒了神奇后行为就更加过分。凌晨完全是自我防卫。你不为自己辩解几句？没解释的必要。没错，只要你足够强，就不必在意他人眼光。多谢萧校长带我一程，我还有事要处理，就先走了。去吧。夏儿姐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你帮别人说话哎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他吧？人家可是救了我们两个人的命，我帮他说话是应该的。你要是不喜欢他，那我可就要追他了哦。那你就去追他呗。还能不知道你的心思呀？我看他挺有潜力的，未来的神域天骄席位必有他的名额。看来你这次收获很大。侥幸而已。我想知道一些事情，怎么收费？我如果知道的话，自然是免费；如果我不知道，你就得使用神力点在交易机上查询。你遇到了什么问题？我培养了第二只神器，他侥幸获得神域。如今我的神域之中有另一个神域存在，我想知道该怎么让这个神域融入到我的神域之中。那真是很侥幸了，神奇拥有神域真是非常难得的事情。靠说无法表达，你要不要来我的神域亲自看看？这样不太好吧？怎么，怕我吞了你啊？两个神域很难融合吗？只是第一次，有些好奇。欢迎来到我的神域精灵神国。君不见，东流水，来时无踪。这是我的第一位神奇，我的神域中所有精灵都由他来统领。这和神域融合有什么关联吗？神域对于神奇而言就是家，而我们则是能够随时改变家的结构的建筑师。所以，我只需要想清楚，我的第二个神域用来做什么就行了。没错，身为建筑师的我们，改变神域的结构时，只需要留意一点。保证神力点足够充实。
接近20万的神力点，应该足够了。主人，我快压制不住了。辛苦了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吧。我要将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神域隐藏在我的神域之下。我的神域面积现在很大，是时候该添加一些陆地了。如今我的神域面积这么大，不能只靠花果山的猴子猴孙们来提供信仰值。该培养什么种族好呢？人族，毕竟人族是最好培养的种族，但同时也是最难培养的种族。猿猴种族其实也不错，有大圣在，谁敢不从？不过花果山中的小猴子们已经够多了。算了，这事儿等会儿再思考吧，还是先办正事。如此切来切去的太过麻烦，就将这死亡大陆隐藏在花果山下面的空间吧。毕竟花果山才是我神域的根基。希望这20万神力点足够。此界名为幽冥，亦可称之为地府。谢主人恩赐。这小家伙到底在做什么？怎么突然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？这么强大的死亡气息，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神域之中？为什么忽然感觉喘不过气？心脏好像被谁捏住了。低阶骷髅生物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年纪轻轻就敢去触碰死亡规则，还真让他成功了。
差一点整个地府就被死亡气息撑爆了。还好我猜对了。自从我念出地府这2个字，这个神域又活过来了一样。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们可是我买来吸收死亡气息、维持地府平衡的重要角色。主人不必担忧，臣妾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。鬼差，谢主人为他们赐名，还不多谢主人替你们赐名。以后你们便掌管此界一切事务。谢主人赐名。赤离，你这样修炼能提升实力吗？可以的，神域里的时间流逝与外界不同，对于我这种还不属于神域的生物，修炼已经是最轻松的办法。或许有些建筑卡片能够帮助到赤离。之前在妖兽区域击杀那么多真妖兽，并未获得一张卡片，反而是击杀8阶妖兽后用劲爆出了卡片，还是极为稀有的幽冥系神奇卡。所以野生卡片的产出只有一种方式，那就是击杀实力足够强大的妖兽。没错，你猜测的不错，但过程不对。你觉得它强大吗？卡片的产生是这个世界的规则之一。你说野生卡片只能靠击杀强大的妖兽才有概率获得，这说法并不完全对。哦，所以不只是击杀妖兽才能获得卡片，只要是这世界所存在的一切，我们只要使用神力点，就都能制作成卡片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。原来如此，我之前一直以为只有妖兽尸体才能制作成卡片。多谢解答。应该能行吧。建筑卡地府品质 SS 级，效果使用后将在神域内生成一座充满死亡气息的独立神域。品质判定拥有死亡、轮回2大规则后，该卡片能晋升为 SSS 级品质。轮回规则，小家伙，你真是有够胆大！只有死亡规则，没有轮回规则，就敢纳入自己的神域？你难道就不怕神域内的生物吸收太多死亡气息，全部阵亡吗？我当时没想过这些问题。你竟然不知道，也不知道那些老师到底怎么教的。你现在必须要尽快为自己的神域获取轮回规则，否则后果非常严重。轻则实力永远停滞不前，重则神奇死亡。死亡规则都是意外获得的，这让我上哪儿去找轮回的规则？是不是不知道该去哪里找轮回规则？还请老师为学生指路。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防住！这波防住就能反攻了，这都能赢吗？对面是傻子吧？神域核心周围居然不设防！生死战斗是领悟死亡轮回规则的快捷办法，只不过实战的代价太大，毕竟神奇复活
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以及时间，所以大部分人都选择模拟战斗。将你的神力注入模拟机，然后就可以匹配对手了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他才刚觉醒神奇没多久吧，这就已经要步入神主境了。检测到神力正在录入成功，正在构建虚拟神域，虚拟神域构建成功，正在载入神奇。这就已经开始神域之战了吗？感觉自己变成了齐天大圣。所以我现在真的就是齐天大圣了。当大圣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吗？毛还没长齐的臭小子，怎么敢来参加神域之战？长得还挺帅，主动交出神域核心，我可以让你输得不那么刻骨铭心。哦，你为什么觉得我已经输了？你神域里怎么会有一只七阶龙族妖兽？幻象，肯定是幻象。进攻！这家伙看起来真是个明星，如此轻易就暴露了自己的底牌和弱点。神域里面有一只七阶龙族妖兽，就说明它不适合战斗。就算适合战斗，也有很大可能不会空中战斗。碾碎这些蚂蚁！身为神域之主，本就能借用神奇能力，只不过我平时不怎么使用其他能力。死！靠！这模拟机绝对出问题了，怎么会给我匹配到这种对手？虽然是模拟场景，但还是感觉很不爽啊。至死方休吗？
这么弱的对手，居然都已经掌握了轮回规则。身为神主的他，为什么却不能复活？还是说，果然，整个大陆便是他的复活地点？啊！别！大佬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主动进攻你。道歉是最没有用的东西。那大佬你开价。你先告诉我，你的轮回规则是怎么获得的？啊，不是，你就想知道这个？大佬，我说不出来。不用说的那么仔细，你只需要告诉我个大概就行。当时我还是一个刚觉醒没多久的神域新生，我在一场神域模拟战中遇到了另一个新生，这些天使信徒都是我花大量神力点购买来的。我不能接受任何一个天使战士的死亡。当我看见他们全部被杀死的时候，我的脑海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他们能复活就好了。然后他们就复活了。原来这样就能获得轮回规则了吗？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？怎么才能结束模拟战？正常来说，是需要进攻对方的神域，夺取或者摧毁对方的神域结晶，也可以选择自行摧毁，就相当于是投降。怎么样？有没有领悟到轮回规则？他的办法也许不适用于我，但我可以尝试一下。小猴子们这么可爱，死了也得复活呀。有大圣在，这些小猴子怎么可能会死？唉，看来这办法是行不通了。主人，您可有什么烦心之事？臣妾能否为您分担？哈，地府里那么多吸收了死亡规则的生物，他们更适合我领悟轮回规则。确实挺适合我领悟轮回规则。确实挺可怕的。哼，虽然目前地府里只有一丝微弱的轮回规则，但足够了。这是被死亡气息给完全影响，整个地府只有幽冥系神奇的白骨夫人不会受到死亡气息的影响。
我已经掌握了轮回规则，但是他现在太弱小了，被死亡规则完全压制。你只打了一场模拟神域，就已经掌握轮回规则了。我在说的什么废话？你这种天骄的悟性本就远超常人，这题我也没见过。一般来说，死亡规则和轮回规则都是同时诞生，怎么可能有人的神域之中只有死亡规则，没有轮回规则的？我想再来一场模拟战，但是我有2个神域，该怎么选择？想用哪个神域进行模拟战，就用哪个神域的神火。死亡规则居然会打破平衡。难怪轮回规则的效果并不明显。看来这机器判断白骨夫人属于地府，赤离属于花果山，将地府内的所有鬼怪召集起来，准备进攻。这位也是个狠人，竟然能培养出牛头军团了。乘风杀！希望这场战斗能彻底完善我的轮回规则。小子，你的神域生物也太弱了吧？到底是怎么匹配到我的？肉身对他们来说反而是枷锁，是限制。老弟啊，你这也太变态了！不过我混了这么久，又怎么可能没有处理灵魂手段的办法？老弟，见识一下我专门为灵魂体准备的大招吧！哈哈哈哈！没想到吧，老弟？哼，难怪人人都说觉醒的神奇与主人性格极其契合，这话真没说错。老弟，你这神域什么情况？啊！死亡规则为什么会加入战场？死亡规则为什么会加入战场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其他人的神域里，死亡规则只是单纯的负责限制神域生物的寿命？撤退！小兄弟厉害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人能驯服死亡规则。我很期待未来在真正的战场上与你并肩作战。真正的战场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这2场模拟战太值了。恭喜主人，实力又进一步。这不是错觉，我的确又变强了。
或许有一天，我的肉身也能出现在神域里。我知道该怎么限制死亡规则了。你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，真该死啊！你们这群天骄，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活路啊？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想到解决办法，也很厉害。那当然。老师，点燃神火之后的道路该怎么走呢？铸造神国，当神国能够稳定降临在现实之中，你便是神主境。你觉得这里是现实世界吗？当然。错了，不仅这里算不上是现实世界，就连学校也不是现实世界。那地图上规划出来的妖兽区域，妖兽区域的情况有些复杂。如今的现实世界，就像我们人类一样，指甲长了会自己修剪，而那块妖兽区域，就是它剪下来的指甲。如果我想去现实世界看一看，有办法吗？抱歉，我没办法带你前往现实世界之后，还能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现实世界的规则更为强大，等你实力达到神主境，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前往现实世界了。那我距离神主境还有多远距离？你的神域生物太弱小了，限制了你神域的发育节奏。参见我主。好了，像这种实力的弓箭手，我有500多个，每一个拉出来，最弱也是能够借用神火的存在。每个人的神火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毫无疑问，能动用神火的神域生物，一定比不能动用神火的神域生物厉害。神主境的最低要求，就是神域生物能有一个可以动用神火。自从我将齐天大圣培养出来，花果山中的那些小猴子们，也从灵猴族群进化成了灵明石猴群体。如果这些小猴子也能动用我的神火，不说让他们都拥有大圣之力，能有1/10的大圣之力，也能让我同阶无敌吧。是时候该让小猴子们也拥有自保能力了。大圣，以后我的神域可能会降临在现实当中。外面的世界你也看见了，非常危险。如果小猴子没有自保能力，花果山可能会像你之前那样被天庭围攻。果然，大圣一直都有自己的想法。这些问题俺老孙都知道，正是因为知道，所以才不敢随意出去。大圣，你完全可以将自己所学到的一切交给这些小猴子们。这些小崽子虽然与我同根同源，但俺老孙却没办法向他们传授教业。这是为何？他们虽然也有着和我一样的血脉，但俺老孙这身本领可是醒来之前就已经拥有。难怪系统一直让我收集大圣的装备，其他神奇会不会也和大圣一样，需要依靠装备建筑才能解封原本的实力？好，好，好！哈哈哈哈！有趣，有趣，太有趣了！
俺老孙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大圣，你可以教他们棍法。这想法不错，看来俺老孙又要当猴王喽！小的们看好了！神域要崩溃了！啊！我去，大圣不过是耍了一波棍花，神域差点就崩溃了。俺老孙已经收着力了，没想到……大圣你越强，我也就对未来越有信心。大圣的法天象地还没用过。如果用上法天象地了，真不知道谁能扛得住。赤离，虽然你是龙族，他们是猴族，但是往大了说，你们都是属于妖族。暂且由你先来教导这些小猴子如何掌握神火。多谢主人信任。主人有何吩咐？这么短的时间，死亡规则和轮回规则就已经达到平衡，也该让这些鬼怪也学会使用神火了。好的，主人。花果山发生什么事情？主人，别看我，看看他们。赤离，你该不会……我们妖族想要快速提升实力，当然要靠生死危机。谁知道他们不躲不避？哼，他们早已把你当成家人，当然不会闪躲。还是我来吧，我再试试。大圣可以上点强度看看。俺老孙自创的棍法，名为无双棍法，如何？厉害，厉害！神域现在还是很脆弱，大圣都发挥不出全部实力。既然神域脆弱，那建设神域不就好了吗？当然知道要建设神域，只是神力点不够用啊。啊，主人，您是不是忘了神域产物这回事？仙桃品质 S 级。我一直以为花果山里的桃子没什么用，倒是我忽视了。请输入售卖价格。如果只是定价售卖，会不会太亏了？要不用拍卖的方式来售卖这些仙桃？能够增加寿命的神域产物可不多见啊！拥有这种效果的神域产物非常抢手，你不如试试以物换物。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刚好我需要的东西都是建筑卡，以物换物的方式确实很方便。这里的卡片在交易机上可买不到。他们就不怕这些卡片被人抢走吗？整个学校都是萧校长的神域，
谁敢在他的地盘抢东西，那不是找死吗？竟然是能够增加寿命的卡片，真是稀有。没错，最恐怖的是，这卡竟然被评为 S 级品质。如果是 SS 级品质，这卡不仅能为神域生物增加寿命，甚至还能为神奇增加寿命。这些卡片我想全收，你出价看看。小家伙，你先别急，这家伙可是神域卡片贩子，专门低价收购新人卡片。没错没错，老子刚来这里的时候就被他给摆了一手。交易这种事情都是你情我愿，你们自己都愿意和我交易，完事儿了又觉得要价低，跑来诋毁我。抱歉了，小家伙，这种事情只能由你做决定。你们之前的破事儿我懒得管，也不想分辨真假。我目前只出售这几张卡，我的要求也很简单，只要能做到一个要求，那便是用建筑卡和妖兽卡将我的神域填满。担心这小家伙真是浪费心情，这些老油条不被他坑死就好了。他的神域那么大，用这些卡来交易倒是也不亏。就这么简单？对建筑卡和妖兽卡有要求吗？当然有要求，最弱不能低于3只妖兽，建筑卡必须要大。建筑卡要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你的神域还是蛮荒阶段？你脑子被猪拱了？敢问买家的神域情况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来者不拒，只要能达到我的要求，我便愿意交易。难道这小子知道我们3个人是一伙的？这些卡价值太高了，用建筑卡和妖兽卡去换，简直稳赚不亏啊！老大还在犹豫什么？赶紧同意啊切，3个小丑跑到我面前演戏。我同意你的要求，我们来交易吧。行，我的神域共有5块大陆，至于妖兽数量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，别太少就行。这笔交易就算成功，我也赚不到哪里去。罢了，就当是与你交个朋友。我已经开始后悔了。3阶妖兽牛头战士，4阶妖兽冰火精灵，妖兽卡雷鸟。妖兽卡没问题，建筑卡呢？这几张都是具有特殊性的 A 级卡片，你先试试，不够的话我再去想想办法。去吧。石头人在东大陆，牛头战士在西大陆，冰火精灵在北大陆，雷鸟在南大陆。我去，这家伙竟然才刚踏入神主境，好恐怖的威压！我当初晋升神主境的时候，可没这么强的气息。还好我们和他成功交易，没有留下什么坏印象。
有人晋升到神主境了，是谁？原来是凌晨，这小家伙实力提升速度真快。恭喜小友成功晋升神主境！哈，侥幸侥幸。臭小子，没人告诉你过分谦虚就是在装逼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才刚觉醒神奇不到1个月吧？是的。1个月不到的时间成为神主境，这天赋恐怖如斯！哎，和他相比，我这么多年算是活到狗身上去了。这就是普通人和天骄之间的差距吗？英雄少年出我辈！如果我们人族再多几位像你这样的天骄，妖兽再多又有何惧？外面的妖兽很厉害吗？他们不是厉害不厉害的问题。我要不要将外面的情况告诉这小家伙？现实世界的妖兽已经朝着古代神话进化，谈不上厉害，但也绝对不好对付。神力也能耗尽吗？我所说的耗尽，是指需要大量神力点来重新激活神域内的神性。为了击杀那只神兽，我们的神域生物几乎死伤惨重。我们击杀的还是一只刚进化不久的神兽，不知道那些已经完全掌握自身天赋的神兽究竟得多恐怖。我们3个人能活着遇到萧大人，已经非常幸运了。等神域神性重新激活，我们还能继续战斗。小家伙听见外面的世界这么恐怖，应该会放弃。校长，我现在已经是神主境实力，可以去现实世界了吗？你听完之后还想去现实世界？温室里的花朵不经历风雨，怎么结果？唉，说的也是。这就是现实世界，哪怕只是在这里生活都非常危险。这些妖兽与你在我的神域之中所交手的那些妖兽有所不同。如此奇异的世界，才是真正的现实。这些妖兽更聪明，肉身更为强大。换作是我，刚刚虽然能捕捉到这只妖兽的攻击，但一击必杀可能做不到。是不是和自己想象中的情况不太一样？是不太一样。现在回到我的神域，再锻炼个几年，以你的成长速度，或许用不到几年，就能在这现实世界站稳脚跟。我还是喜欢在狂风暴雨中茁壮成长。好吧，如果在现实世界遇到危险，就激活这股神力，我会将你拉回我的神域。我不能离开我的神域太久，祝你好运。
这位小兄弟，能否在远处协助一下我们？事后必有重谢。这是神域。多谢小友出手相助。小友，这只千足蜈蚣，我们三人已无力再战。你若有把握将其斩杀，就出手吧。这只千足蜈蚣的弱点在头部，只要将它的头颅打爆，它就会立刻死亡。小心！小友，快躲开！它的攻击附带死亡规则，出之必死。一招就直接将他打飞了，这是哪个神域培养出来的新人？从未听说过，好猛！这现实世界对我来说，遍地都是财宝啊！小友，这卡片只是其次，他的神域才是关键。我还能吸收妖兽的神域？是的，准确来说应该是妖域，只有神兽才叫神域。是妖域和神域不同吗？为什么我的神域面积那么大，还有这么多的海水？我们三人的命都是小友所幸。多谢。这本就是属于小友的东西。没错没错，多亏小友出手救助，否则我们三人早就成了一堆枯骨。啊，这些人都这么热情吗？小友可是看不上这妖域。这妖域面积太小，况且没什么珍贵的资源，吸收了只会浪费我的时间。小友，这妖域可转化为神力，倘若你连神力都看不上，我可以用相同价格的神域卡片与你交换。神力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但我现在刚到现实世界，眼前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有关现实世界的事情。这点神力对我而言没什么用处，神域卡片我也不缺。我需要知道现实世界的事情。我就知道这位小友是从某个神域学校走出来的，这么厉害的大腿，我可得紧紧抱住。现实世界目前局势比较复杂，有血脉返祖的妖神，也有获得机缘成为传说中的神兽，但这些还不算恐怖，真正的大恐怖来自于神奇遗迹。没人知道神奇遗迹的形成条件，近100年来也无人成功从神奇遗迹中活着出来。啊，神堂关！哈哈，小友，你也别太担心，神奇遗迹只要你不主动进入，一般是不会出现问题的。该死，我们运气这么差，刚好遇到神奇遗迹换位置。这雷龙的报复心也太强了吧！我只不过是看了他一眼而已。
操，运气也太差了，想躲都躲不开呀！怎么能这么倒霉啊？刚出门就遇到千足蜈蚣这种幽冥系妖兽，大难不死，必有更大的难。小友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别说话，好像还有其他人。各位哥哥，小女子想要那条真龙，至于那4件神器，你们自己分吧。陆然，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？若是让你拿到真龙残骸，你恐怕就能当场铸造神国，届时我们就算合力也打不过你。是哪吒！唉，原来只是哪吒的装备，哪吒并不在这儿。小友，那2人我知道，女的叫陆然，拥有真龙神域；男的叫楚歌，觉醒的神奇是一个一手持剑、一手托塔、叫不出名字的神仙。楚歌该不会觉醒的就是托塔天王李靖吧？陆然，你残杀同伴的事情已经被我们发现了。我可劝你的吧，想泼老娘脏水！据说陆然带队伏击龙族妖兽，临时反水将数名同伴杀死，只有楚歌侥幸存活。就这？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。要我说，这2人才是一伙的。那龙族妖兽8成是他们编造出来的。我刚刚在外界想打开神域，为什么会有一股阻力？这可能是小友你的神奇实力太过强大，被天地排斥。实力强大的神奇，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危害。按照数百年前的书籍记载，这种情况叫做天道不允。没毛病。大圣现在实力深不可测，我的神域都快要承载不住了。这家伙疯掉了吧？真龙还没死透呢！该死！我就知道这条龙是在装死。唉，真是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糊涂冲动。你们几个能不能不要添乱？那条真龙本来都快死了，硬是被你们同伴奶活了。哼，你怎么知道那条真龙快死了？难不成你能与他沟通？臭小子，你敢羞辱我！杀了这些人！你也龙而敢！嘿，给小爷死！你也要死！你在害怕什么？一个死掉的神奇有什么好怕的？区区分身也敢在小爷面前放肆！嘿，逆子！
小友，趁现在，我们快跑！哼，跑！现在可是进攻的最佳时机。主人，去把这些小泥鳅全杀了。遵命，我的主人。臭小子，你究竟在……聒噪！怎么感觉小友才像是反派啊？可是小友为何要帮那位神奇？我知道了，小友可能是单纯看那女人不爽。小友真性情。算了，跟他们解释太麻烦了。你竟与我经历相似，同为割肉还父之人。敢辱骂我家主人，该死！好凶猛的神奇！小友究竟出自哪个神奇学校？哼，这么多人当中，就属你小子最符合小爷的胃口。小友，你未来成就绝不会止步于此啊！计划有我们两人挡住他。小友，你只管跑，别回头。别担心，他是在夸人。不错，倒是有个能听懂人话的人。小爷今日心情不错，既杀了那老东西一次，又宰了这么多条龙，允你提出3个条件。他都说的这么直白了，小友，你可千万别糊涂呀！我的第一个问题，你们去哪儿了？抱歉，小爷不能告知。那换个问题，我该去哪里寻找你们？你这问题和上一个问题有什么区别？重新问。不要再问我有关这种事情的问题，你是在浪费时间。那好吧，我能把你收为神奇吗？大概是不行。我生死道消，神灭形散，与那猴子……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原来你还活着！主人，我饿了。去吃吧。
未来有缘分，或许我们还能再见一面。既然那妖猴都能重生，小爷为何不能？这武器就先交由你帮小爷保管。都别乱用，小心传送出去的时候被时空乱流送去其他地方。还我子嗣命来！该死的人类！难怪总感觉那条雷龙的血统不太正宗，原来是杂交龙。难怪臣妾吃的时候感觉味道怪怪的。好浓郁的死亡气息，看来是属于我的机缘来了。这种等级的战斗已经不是你我能参与其中。小友恐怕是天命之人，平时见不到的神奇遗迹、妖神、神兽，今天全见了一遍。怎么会如此？我们的孩儿居然全都死了！哼，就这点数量，他们还没吃饱呢。哼，我的手下还没吃饱，你们跑什么？SS 级神奇卡，黑白圣龙。一点潜力都没有，系统都没触发。多谢小友出手。没错，若是没遇到小友，我们恐怕早就死在那千足蜈蚣的毒物之中了。他本就不是奔着你们而来，接下来的路恐怕会更难走。带上他们，也只是凭空多2个累赘。不如我们就此分别。那就有缘再见，祝小友这一路上平安顺风。再见。多谢，正好路上可以换换口味。这位小友年纪轻轻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请问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带着死亡气息的神奇，或是妖神、神兽之类的生物？不说也没关系，我亲自来看看你们的记忆便知道了。妖域和神域终于全部炼化了。如今我的神域，不应该叫神国才对。大圣终于不用再刻意压制自己的实力了，就是不知道我的神国究竟要成长到什么地步，才能让大圣发挥出全部实力。小家伙，算你跑得快，不过现在我找到你了。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回去吧，人类。绕路要浪费很多时间，我时间比较紧迫，可否商量一下？
我的神国大道要补齐了！看来现实世界的人也有纯坏的人啊。杀完就回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此乃我的神国，因为灵山，你就老老实实待在我的神国吧。破绽是找到了，可我该怎么？对了，那些鬼怪从那处破绽开始撕缺口。竟然敢偷袭我家主人！真是稀奇，竟然有人能撕破虚空，令神国降临在现实之中。作恶多端的鬼怪，还不快泥土之反！哼，小子，将你的幽冥神域交出！只要你听话，念你是成就了我神国大道的关键道具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为啥就是不听我的话呢？既如此，将你杀了再夺舍你的神域也是一样。我恰好认识一个非常讨厌佛祖的朋友。天庭，俺老孙闹，倒是这灵山，俺老孙还没闹过呢。法天象地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小伙子，你就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吧。哼，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奇怪，如来佛祖为什么没有出声？这小家伙好像能看见我们，它好香啊，好想吃掉它。要不将它也吃掉吧？不可，它还没成熟。原来你们都躲在这儿呢！原来他们都在那里。大圣，可愿意陪我再踏碎一次凌霄？俺老孙正有此意！哈哈哈哈哈！